七仔不愧是熊猫圈非主流熊，直接给自己染了一头绿毛。起因是场地淋浴杆刷了绿色环保漆，也不知是喜欢这个颜色还是想单纯蹭痒。七仔看见后抱着淋浴杆就是一顿乱蹭，结果因为杆子上的油漆有些掉色，这小子直接喜提绿色围脖和绿脑门。只能说七仔做这个新造型，怕不是知道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毕竟他和6个老婆生的孩子，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好兄弟二郎的仔。作为熊猫界唯一被圈养的棕色熊猫，七仔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就算什么都不做，金主爸爸也会养着他。但这小子坚持成为奥氏挖煤大军的一员，靠双手创造财富，成为响当当的煤老板。只见忙碌许久的七仔累得趴在树飞上，圆嘟嘟的脸蛋上也沾满了泥土和碎屑。即便如此，仍倔强地抬起小手挖呀挖，就连离开时依旧不忘在树飞旁做个标记，仿佛在说等我回去干个饭再回来。而当七仔在支路的院子展出后，更是将自己造成了脏脏包，乍一看根本分不清哪边是头哪边是尾，感觉他这么拼干什么都会成功的。别的小熊看到地上有水会让奶爸擦干净，七仔看到泥地第一反应却是新滑梯，来来回回玩了好几趟，高兴的一直咧嘴笑，脚上也因裹了泥巴，看上去像是穿了 UGG。也许是觉得不能只有自己邋遢，七仔每次挖完煤就跑回内舍抹墙抹地板，身体像刷子一样使劲往各个角落蹭，主打别的地方更邋遢就不会注意到自己。七仔的奶爸闻讯直接哭晕在厕所。至于这小子挖完煤后究竟有多脏，用水管稍微一滋就流了满地的泥汤，估计就算用洗发水也作用不大，毕竟含土量过多不易起沫。而当七仔去贵妃池泡澡时，刚进去甚至还没坐下池水就已经脏了。但其实七仔的邋遢并非挖煤限定，日常生活中更是不拘小节。当他懒洋洋地靠在墙上炫竹子时，突然察觉体内涌现一股洪荒之力，于是这小子嘴上吃着下边放着，就是说头一次见口腔直通直肠的。有时睡梦中的七仔感觉到屎意，不拘小节的他也是直接撅起屁股造青团。恰巧这时奶爸将加餐胡萝卜扔了过来，七仔也懒得挪地方，拿起来就往嘴里塞，果真一时摆烂一时爽，一直摆烂一直爽。难怪国宝大熊猫都有黑眼圈，原来他们私下都是熬夜战神。这天夜深雄静潘旺却失眠了，只好打着手电筒翻来覆去的变换姿势，只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半分睡意。而看见对面的仔仔睡得十分香甜，潘旺不满的哼哼叫，想让他陪自己熬夜。被吵醒的仔仔被迫打开手电筒，您的旺仔已上线，咋了吗？只能说同样是无人打扰的私熊时间，有的熊想睡睡不着，有的熊却彻夜狂欢。飞云的妈妈菲菲虽然已经28岁高龄，但她仍痴迷夜生活，经常半夜起来炫饭，吃完也不睡觉，而是自娱自乐吐舌头玩，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的快乐。福宝喜欢晚上跟草和和开座谈会聊八卦，因此第二天需要徐奶爸和谢奶爸轮番哄，福公主才能睡眼惺忪的从内舍出来营业。草和和则直接趴在熊洞前睡得昏天黑地。于爱同样主打白天睡不醒，晚上睡不着。自从虫洞施行滚滚自由出入熊舍后，爱隔3差5就打着手电半夜出门吃宵夜，这作息时间简直和当代年轻人一模一样。基地之花北川身为被救助的野生熊猫，从小没在野外吃过什么好东西，因此夜深雄静时他果断选择偷偷炫饭，左一口右一口，朋友们少吃一点点。最后做贼心虚的他被竹筐吓了一哆嗦。如果说熊猫界谁的夜生活最丰富，那绝对是生活在峦洞的显眼包灵颜。白天他哐哐整活抽时间炫个饭，晚上他排练新节目发誓第二天惊艳众人。只是苦了住在他隔壁的麦公子，每天都被叮铃哐啷的声音吵得无法入眠。其他小熊的黑眼圈不一定是真的，而麦麦的黑眼圈一定是真的。为了报复灵颜，他果断加入熬夜小分队，不是个滋滋啃木头，就是噼里啪啦吃竹子，主打的就是一个互相伤害。虽然熊猫宝宝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但出生在大鹅的小乌拉却是熬夜小能手。丁丁妈都已经困得手电筒一闪一闪的，小乌拉却活力满满，还想让老妈陪她蹦。而他的叔叔芒小五晚上不仅不睡觉，还跑去吃奶，甚至每个纽扣都尝一遍，最后烦得莽妞妞一脚将他踹开。不得不说，熊猫的夜生活还真是丰富多彩，果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熊猫。最近菊萌萌顺利生下宝宝，晋升为熊猫界的新手妈咪。而作为养在广东的大熊猫，坐月子必须得来一份猪脚姜。长隆的熊猫御用下午茶大师，把竹笋雕成猪脚和鸡蛋的模样，点缀上胡萝卜后再浇些蜂蜜水，滚滚们吃的那叫一个嘎嘎香。不仅如此，去长隆看熊猫的游客也能吃到熊猫酒店大厨做的限量版正宗广东猪脚姜，平等极度每个拿到猪脚姜的游客。而土生土长在广东的熊猫们，平日吃的当地特产更是花样齐全。
肠粉、凤爪、云吞面，甚至还有糯米鸡，偶尔还打打小麻将，吃吃小烧烤。头一天酷酷吃荔枝太多上火了，第二天这小子就喝上了降火的凉茶。因为上火了嘛，昨天吃荔枝，今天喝点凉茶，里面主要是夏桑菊还有板蓝根。果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熊猫，从前怎么吃辣都不上火的川娃子，到了广东入乡随俗，秒变本地老广。而生活在陕西秦岭的熊猫七仔，不仅有一身隐藏款棕色皮大衣，还能听懂饲养员的陕西话呼唤。起飞！快点，回来！来！山东的大熊猫主打一个接地气，不仅咔咔炫玉米饼子窝窝头，还执着于守护到手的编制。只见滚滚先是爬到树上表演倒立，随后开启给功夫模式抱摔轮胎，主打一个要让所有游客的票物超所值。此外，日本出生的香香公主主打一个软萌可爱，偶尔调皮的抱住饲养员的腿不撒手，长大后更是文文静静的小女孩。然而香香回国后直接血脉苏醒，不仅吃笋笋比以前豪横多了，甚至还换上了避风侠校服。香软公主直接爆改挖你小屁孩。而如意到俄罗斯后同样画风突变，一跃成为武力值爆棚的功夫熊猫，只因洗澡时看不惯蓝色水桶，就直接站起来大力出奇迹哐哐搬，很难不怀疑他平日喝的都是伏特加，说不定哪天如意还能开着战斗机回家。下飞机后嘴里就冒出一句乌拉。相较之下，出生在法国的圆梦小王子，单是泡个澡浑身就散发着优雅气质，感觉下一秒就要掏出一瓶82年红酒了。而东北大熊猫遇到下雪天，直接觉醒石铁兽，血脉四处撒欢。就是说，谁能想到这是美女私家呢？中华有神功，一扫一大片，那个千条一条线，身轻好似银中焰，豪气冲云天。看来国宝也听了老祖宗教诲，入乡随俗到哪都不会吃亏。眼前这只形状完美的妙脆角，就是光君大王辉宝的小短腿。要问光君大王的腿究竟有多短，他和姐姐小田瑞打架时，要跳起来才能勉强踢到对方的膝盖，而且对比姐妹俩的腿长，辉宝至少要比姐姐的腿短了1/3。当姐妹俩站在一起喝盆盆奶时，瑞宝直接像小山似的耸立了起来，衬得一旁的辉宝矮胖矮胖的。明明姐妹俩玩的是同一辆跑车，瑞宝很轻松的就能把脚翘到前排座位上，而辉宝的小短腿绷得笔直才勉强够到。果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至于辉宝的腿为何会这么短，那绝对是艾女士的功劳。母女俩一模一样的短粗土豆腿，估计加起来就和福宝的腿一样长了。都知道场地内有一架儿童版独木桥，本意是给两个小家伙玩耍用的，谁料爱宝连续尝试好几次都没能成功，最后一个助跑才终于爬了上去。犄角旮旯里的辉宝看到后急忙追着爱宝跑，毕竟他用同样的姿势却仍上不去木桥，所以小家伙断定妈妈一定是有特别的技巧。虽然辉宝的底盘比姐姐矮了一截，但事实证明低也有低的好处。当辉宝和爱宝在独木桥上狭路相逢时，小光君一矮身子就能从妈妈身下钻过去，而瑞宝就需要被爱宝直接掀翻在地。有次辉宝为了证明自己的腿不短，想从门口的高台阶爬上去，可谁料僵持了很久，依旧是扎根原地。听到宋3岁快要憋不住的笑声，辉宝有些尴尬的扭过头去，心想一定是早上没吃饱饭的缘故，等俺光君大王歇歇再来。好心的宋3岁为了让辉辉长出大长腿，每天勤勤恳恳的给小家伙做拉伸，辉啊爷爷给你抻抻就好了。不得不说老宋真是操碎了心，虽然辉宝表面看上去若无其事，悠哉悠哉的享受宋氏按摩服务，可实际上他也在费尽心思的想办法，直接把自己的毛裤提到了嘎吱窝，可见光君并非腿短，只是袜子短罢了。不得不说瑞辉姐妹真的是完美小熊，不仅在体型上集齐了高矮胖瘦4个特征，就连性格也集齐了宝家族的所有特点。瑞宝性格沉稳恬静，但不失活泼，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也是气得爱宝七窍生烟的废头子。而辉宝的性格更像福宝姐姐，甚至比福猪猪更调皮捣蛋。毕竟福宝只是偶尔会拔起一棵南川树，光君大王直接吃掉主打以绝后患。虽然辉宝如今还吃不了竹子，但这并不妨碍他眼馋妈妈手里的抢食的姿势和福宝一模一样。不得不说爱宝是会生熊孩子的，同样的福宝他足足生了3个，就是未来带娃有够头疼的。